大家好，我是郑一珍，欢迎收看《真心话大冒险》。我们就来看一下，那国外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不好？我们先从防疫，曾经也是疫苗制造的生产国印度。我们都知道印度的疫情爆了，现在爆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印度现在也有变种病毒了，叫做 B.1.617，这个已经被世卫组织升级，原本呢是叫做令人关注的变种病毒，现在已经是 concern， 就是令人担忧的变种病毒。这个变种病毒呢，在全球21个国家出现，印度呢单日确诊数，单日一天都会确诊大概40万人的情况下，你知道为什么会传得这么快吗？因为这个病毒呢是英国变种病毒的变异再变异，对，所以它人传人的速度就非常快。但是我们说，疫情除了冲击到人民的生活，其实冲击到全世界。就很多像是经济，比如说像海运好了，全球最大的船员来源国，印度也是其中一个啊。印度或许是最多或第二个，因为号称啦，这个全世界挂职业叫做船员或者跑船呢，大概140多到50万，印度大概有26、7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所以比例算是很高的。对啊，还有像纺织业啊，纺织业在印度也是他们主要的出口产品啊，占印度的 GDP 的2%，制造业的10%。所以现在呢，欧美业者一些流行服饰的品牌，以前可能在印度做，现在呢转单到大陆。对，然后还有像那个药，一些药的这个学名药，或者像最近疫苗也是对，有些科技的这种晶片。等等的，现在有时候没有办法，又要转单了。对，当然我看到台湾，听说我们纺织业最近也赚了一波，但是可能也是接到转单。有人说赚的更多的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它的纺织啊，它的一些晶圆，就基本的这些科技产品的代工啊等等的，中国大陆这样也赚了不少。所以我们常讲这个人算不如天算啊。这个中国大陆之前的疫情。然后再加上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战，对，大家觉得说，哎呀，有些厂商要从中国大陆逃跑了，对，有些真的走了，但是走了之后去印度，发现糟糕了，印度怎么变这样？所以听说有些单又转回到中国单子转回中国大陆来。你说的会不会是苹果呢？因为我没有用过苹果，对，用苹果的。苹果确实是这样子啊，它的单子就从印度这边，因为印度跟苹果，因为其实就是苹果在印度设厂之后，对，所以台积电啊一些这个晶圆厂的也就过去了。可是重点是说，当印度能量不够的时候，它一定要赶快找到晶片来维持它这手机的生产量嘛。那当然中国大陆因为地理又近，而且它的产能也 OK，所以中国大陆等于又怎么讲因祸得福吧，就又把这些单子又接回来了，有这样的趋势。所以也就是说。有实力的，其实就是不用怕被人家封杀，要先准备好，要先准备好，先准备起来哈。机会永远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人生的路上也是一样。而且包括像疫苗供给的部分，这很可怕因为呢，印度制造的疫苗，他们是提供给 COVAX 平台。COVAX 平台是干嘛呢？就是全世界我们很多国家，我要买。疫苗我要跟谁买？你就是透过这个，它算是全球的一个大经销商，就对了 ，COVAX 平台。好，大家生产的疫苗交给他们来分配。台湾的疫苗也是哦。现在呢，印度生产的疫苗可能6月才能恢复供应，所以这个状况很可怕，会拖累全世界打疫苗的进度。像是非洲的国家更严重。会，而且包括我们的这个邦交国，它现在也缺疫苗，巴拉圭，我们也是帮他跟印度，我也不知道怎么帮的啦。但听说是我们跟印度那边洽谈，那我猜想可能是我们付钱啦。不管是从员外款或什么，总之我们付钱给印度，那就是我也有出到那笔了。对，大家都有，大家都有做好事，大家都做好事。所以呢，印度再把这个疫苗要送到我们的邦交国，可是现在听说也送不过去了，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不只是像非洲这些国家，甚至非洲自己，对不起，印度自己，还有它周边的这些国家。现在慢慢都陷入到这个疫苗可能会短缺的问题。好，除了疫苗短缺，其实呢，我们来聊一下好了。在印度啊，一定有很多人。那既然状况这么差，印度的医疗体系几乎是用崩溃的状况来形容，甚至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好可怕。他说呢，在恒河里面发现很多浮尸，有一些浮尸甚至是看起来是火化到一半。
的浮尸，就是可能是当地居民推想啦，可能是因为火葬场来不及火化这么多的人，好，会不会就直接可能就放水流这样子？所以这也衍生从疫情开始，哇，卫生问题还有很多的问题。都很可怕。那很多台商想从印度回到台湾，为什么回不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别的国家回不回得来呢？我们来看在5月6号的时候呢，马来西亚就宣布了，他决定要撤侨。马来西亚呢是撤离了他们位在印度北部还有西部的公民，他们是直接派包机去把他们的公民就带回来了。那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马来西亚可以，台湾不行？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时间点的问题，因为刚才一真讲是5月6号嘛，5月6号其实那个时候我没记错的话，我们的外交部对外的说法是，我们正在考虑安排，或者我们正在协助安排这个包机回台湾。可是6号的时候，马来西亚已经包机回来了，所以时间就是一个问题，因为越往后面疫情我们已经晚人家1个礼拜的时间了。现在好像听说外交部已经没有再努力安排了吧？希望大家化整为零，自己回来。因为我记得我昨天看到一则新闻，我其实将心比心啊。如果我是在印度的，不管是台商也好，或侨胞也好，会觉得蛮可怜的。因为新闻是这样写，不一定是外交部的口吻，他就说反正现在包机不可能了，请大家呢看看下面的班机资讯，还有6班日航的班机。你们可以想办法搭日航的班机，经第3地再转回来。意思就是，外交官员在外为大家打拼，就算台商也好，拼经济。我们台湾之光，交通部长王国材在10号的时候说，华航因为呢，为什么没有包机？这边来跟大家解答，秘密曝光，也是跟台湾自己的疫情有关。现在我们不是群聚感染。华航跟诺富特吗？现在不是300多位机师在检疫吗？要清零啊，要居家隔离，所以必须要等这些机师全部居家隔离完之后，才有人去飞那个飞机啊。好，这等一下这个是交通部的说法，所以他说没办法安排华航包机，所以呢就呼吁啊，台商啦，在印度的好旅外的都好，搭乘日本航空航班到日本去转机回台湾。对。说是这样说啦，但是这个前提是说，我们就是要用华航。对，没有别的航空吗？对，全世界还有别的航空。我们没有别的飞机吗？没有别的机组员吗？全台湾只剩华航。对，那有人说华航有航权，但是因为这个是人道的考量，对，所以其实只要印度的机场还有它的这个航管的单位，他们有能量帮我们处理这一个人道包机，理论上我们只要花钱，而且花的钱呢是。基本上租得到这架飞机跟驾驶员，把它飞过去再回来。但你说的花钱是，比如说我在印度，我要回来是我要自己出，还是说我政府单位会帮我负担一点呢？这个各国状况不太一样了啊。但是我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国家的时候做法是这样子，我们先给你讲，大家价钱大概是多少钱到多少钱，然后但是因为包机啊，各位知道不是像我们这个出国去玩一样，这一半已经知道谁要做了。对，有时候我是跟你讲，这个5月15号有一班包机，各位要做，请在5月15号几点之前到机场，而且要完成这个通关的各个的手续，然后我们才会慢慢收到这些名单。对，换句话说，我已经看了好几次我们我们国家过去其他地方撤侨。有没有举个例，曾经什么样事件在哪里撤侨？我们譬如说，在这个2011年的时候，在埃及那时候，当时是因为阿拉伯之春嘛，然后埃及也有这个整个的示威啊，然后抗议啊等等，所以我们不只是在开罗附近，还有包括它南部的亚斯文水坝附近，其实很多的观光客，结果他们回不来啊，那怎么办呢？我们也只好想办法透过当地的旅行社去安排有没有这种商务包机，先把他们飞离埃及，就是说不一定要是我们的国际航空，其实不一定，就比如说是埃及航空好了，也可以。对，如果他们愿意租的话，对，当然我必须讲啊，那个是没有疫情的时候，只是政变很乱，那飞机先飞过去，然后他愿意把我们旅客带走最好。但是如果有疫情的话，爸爸劝说民航机装潢太多，简单的军机飞最好。军机
还有个问题，因为它是军机啊，军机对，不能乱飞到别的国家。对，我们的军机比较尴尬一点点就是了。对，抱歉，飞战斗机过去不行啦，战斗机不能乱飞啦，只能飞600多公里，时来运转，客机或货机这样子。的确哦，你看王金科说新版小明2.0大明被放弃了。哦，大明。对，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后来我们在埃及那边跟我们已经在附近旅行团说，我们几号，你们一定要在那时候到，但你要先把名单给我，然后这些旅行团的名单就一个一个就上，所以人就越来越多，然后人多的时候，包机的那个分摊费用就低一点，对。但是我想问一下哦，现在啊的状况是，那什么样的人可以被撤侨呢？什么样人，只要是有中华民国国民身份的，理论上都可以被撤侨。因为我们讲叫做撤侨嘛，就是你要侨才行。对，但是有时候啦，像如果真的机位有空，我们以前也做过，我记得好像是日本吧。好像是把日本的一些国民，好像把他们带回来了。也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人带回来，但因为机位有空啊，日本人他们说他们希望我们帮他一起，我们就把他的人也带回来，他们再从台湾转回日本。所以撤侨严格讲当然只有侨胞啦，但是说实在，有时候外国人如果机位可以的话，也没问题。对，但这个是一个很复杂，而且通常大家没有什么实战经验的做法，所以你要看当地的，因为不像以前是战争的撤侨。对，以前是战争或是比较有这个军事动乱的威胁，可能秩序已经慢慢在崩解了，大家就准备先走了。但这一次印度已经是这样的状况了，也是一个疫情大战。对，所以我们也不是要苛责外交部，但是只是说外交部如果当机立断，也就赶快先去一班，就是知道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对你先去一班，对，能回来多少算多少。如果譬如说现在已经5月11号。那对不起，疫情更严重，然后更难租到飞机。我相信大家应该不会苛责外交部，你怎么一般都没有？对，至少有努力。对，因为马来西亚做过，但是我还是要补充一点。好，马来西亚跟印度的关系非常好，所以他们两边的包机的沟通又更快。那我们跟印度的关系呢？我听到有些人说我们跟印度关系非常好，但是那是他们的说法。绿色的那边吧？反正就是。他不是跟全世界都好吗？对，反正我们跟全世界都好嘛，就跟左边这一位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跟印度关系没有好到那个地步，这就是邦交跟没有邦交的差别。没有好到就是一句话可以来飞走这样。对 ，3造。对，好，现在印度的医疗包机其实真的是这笔金额恐怕会让很多人没有办法负担。以前的包机大约200万到300多万，现在的印度包机的价格已经涨到500万到600万。主要当然是疫情期间移动成本增加，而且飞机上除了机组员，可能还要医师、护理师陪同，然后呢，大家全部都要隔离，全副武装，所以很难。而且呢，愿意接这种单的也很少。对，而且一个很尴尬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接了这些团。不管这些团是哪一国人啦，但这些团来的时候，他身上到底有没有带一些病毒？然后我这一班飞机会不会因此有病毒留在里面？更不用讲说我很宝贵的机长，这些机师如果因此染疫的话，我后面生意都不用做了。所以这个都是一些包机很大的风险，所以包机它的这个价钱很高，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现在最重要就是说，包机到底那时候的决策是怎么样？为什么从5月初说考虑，然后到5月有回来一班？对，但那一班是搭乘医疗专机从南非飞回高雄，超远。然后呢，这个航程接下那个航程的也不是亚洲航空，是注册在所罗门群岛的班机。对，所以刚刚有人说什么要航权才能飞，所以只有华航才能飞。也没有这种事啊，像我举例来讲，刚刚我讲埃及那次撤侨，或者是到第三国，对，埃及撤侨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他们从埃及撤出来之后，有一个就先飞法兰克福，因为法兰克福他们考虑说我们在那边有办事处，所以我们法兰克福飞过去之后，我们跟法兰克福关系也还可以，当地的这个机场关系，所以我们的包机飞过去之后呢，我们在法兰克福的外交官去那边接他们，然后再把这些人再慢慢的送回台湾。那下一班我们一起有2班嘛，另外一班包机那时候我们就把这些包机从埃及的亚斯文送到了约旦。我们在约旦有代表张云平张代表，然后他在那边也上机，也是跟大家
say hello 问安一下，大家再约旦休整休整，然后再飞回台湾。所以第三地很常见的事情。好，来接下来呢？反正，但是很奇怪外交部为什么我们不现在已经是包机哦？告诉大家，现在不是叫做撤侨哦，现在叫做包机，就是呢，我出钱，我要回来，我出钱，大家一起包一架飞机，好，大家一起分这个钱，叫包机，已经不是政府单位的撤侨。但是呢，为什么不撤侨？外交部说，因为他觉得撤侨是一种外交手段。撤侨这怎么解释啊？我不知道，太模拟。撤侨它不一定是个外交手段，撤侨我可以说，哎呀，我觉得你国家不安全哦，所以我要撤侨。所以然后我撤侨呢，有时候是因为人道的原因，有时候是因为我要给你落井下石。落井下，你既然不安全，然后我平常跟你关系没有很好。好，美国吧？美国已经他鼓励大家走，然后他把这个所谓非主要外交人员都已经对，在阿富汗也是，阿富汗也是这样，对，也是算那个也算撤侨嘛。那撤军，但侨没有。但是印度这一次基本上美国已经在暗示，就是明示暗示啊，因为连非主要外交人员都走了，那除非重大理由，不然我留在印度干什么？所以其实撤侨对它可以是个外交手段，但是不要忘了，它更可以是一个人道考量的工具。所以我不知道外交部只讲说它是外交手段，好像意思好像是说，哎呀，我们撤侨的话，对印度好像不好意思啦，是说你国家变得很危险等等。那你不要讲撤侨啊，你就讲说安置啊，或协助运送就好了。原来是要留给印度一点面子，但人命关天呢。对，我觉得不要拘泥在叫不叫撤侨嘛。对，可以换别的方式。对啊，换句话说，安排他们回来嘛。对，重新安置嘛，协助安置、协助移动、运送什么都可以嘛。对，我也不知道外交部为什么这样讲，就是。所以我们的政府单位到底有没有把，你知道，人民的生命放在政治跟外交的上面？好，对小英来说，到底什么是比较重要的？